获得1把刀的 Benson。Benson， 你还要做你的酱汁哎，面线还没有煮哦。哇，好，猪油网了。哇，恭喜 Chef Neil 手刀成功。Benson，你做的那些都好，它是硬的。你被虾滑剪给拖累了。接下来兄弟姐妹，10把刀靠你们了。我们来欢迎我们的评审嘉宾 Irene、Daniel， 欢迎你们。Irene 今天第一次加入我们的评审行列哈，你对我们的这个战绩了解吗？据我的调查哈，到现在为止哈，那些参赛者啊，没有什么争气啊，还没有抢到师傅们的那个刀。但是也很理解了，我们这3位师傅这么强。其实我觉得挑战者很强，因为他们之前没有放弃。有失败的精神化为力量，是，所以他现在我觉得他们有更多的信心，更多的经验，刀也更锋刃了。是，接着下来谁会来挑战我们的大厨呢？累的小花儿，这2道菜有没有印象？有，泰国菜，新加坡人在泰国住一段日子了，好像打败我的，很容易哭的是吧？女生。我们现在马上来看一下这位累的小花的视频。我其实只有 less than 2年的经验而已。你的手脚可以快一点吗？我刀工又不好，飞机也不好，我可以比什么？吃到这个青咖喱，给我一个惊喜。我人矮志气大，云云姐是败了，至少拿1把回来做传家宝。我自己本身1把刀，要送你，鼓励你。1把刀劈开了我的第2人生。过去这几年，我用心磨练厨艺，还考取了专业导师证照，用热情填写食谱。人生60，越煮越精彩。师傅们，我回来教功课了。现在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林希云。师傅们，我回来了。5年后再回来，不只是开心的事情了，是一个很感恩的事情，因为有4个season那么多参赛者哎。然后我被选择再回来，也是一个机会吧，让我再战江湖。云云姐，哇，很开心看到你。我也很开心回来。活到老学到老，所以你是在几年前开始读？哦，我60岁的时候毕业我的 culinary。我在最后一天考试的时候啊，我的爸爸去世了。我又是变成累的小花了。然后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就跟我爸爸说。你女儿终于又拿到一个证书了，因为爸爸其实很想我做老师，我又做不成老师哦，我就想我至少考一个导师吧，所以我现在就是 government certified 的导师。哇，厉害！谢谢。所以你教的是什么课程？我教的是素食。素食，哇！因为我爸爸去世后，我就想要去做 volunteer， 刚好那个 Charity Foundation 的人联络我，然后他们说他们缺少一个chef， 说他很希望让很多人认识到素食的好处。其实云云姐，你给我的印象还是一样的，除了是累的小花之外哦，你真的可以讲话滔滔不绝，哇，从头讲到尾的嘞，真的。我就是老人家很见喜欢跟我讲话的，我跟你讲，他们每次看到我你来了啊，然后就一直讲不停的。好啦 ，OK， 来到这里当然就是要挑战我们的师傅们3把刀嘛，对不对？想要问你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你的第1把刀想要挑战哪一位师傅chef 旁边的 chef Ariel。哇。其实我也是有 expect 啦，他会选我啦，因为上一次他被我打败了嘛，所以有可能再次回来是要报仇。你当时在第2系列夺了几把刀？没有，我只赢了 Chef 翔，但是 Chef Ariel 送了我1把他很珍贵的刀，然后我就把它供在我的家里面。OK， 所以这一次哦，他的后面那把刀是比较大把的，你一定要拿回去，你知道吗？是。OK， 你要挑战师傅，一定要经过徒弟这一关。对。好，徒弟请介绍。Chef 翔，既然我现在是煮素食，而且提倡素食，我想要挑战你，跟我一起煮素食。可以，没问题。
请不要放水哦。没有放水，你慢慢等。好，现在你要告诉 Chef 翔，你的主食材是什么？主食材是，请看大荧幕。mushroom 啦 mushroom 有喷水的没？有哈。估计呢？参赛者讲他最近在研究斋嘛，是在中餐里面呢，猴头菇是用蛮多煮在斋里面。Daniel， 你觉得呢？应该是猴头菇，而且它的口感真的很像肉，好像羊肉啊、牛肉啊，煮咖喱很好吃。我是觉得是猴头菇。可是虽然叫猴头菇哦，新加坡农产品啊，不叫它 monkey head， 叫什么 ？Lion's mane。Chef 翔，请问你的最后决定是什么？猴头菇。猴头菇。OK， 到底是不是猴头菇？请 Chef 翔去冰箱看看。当我看到那个菇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想法是，哇，有 bonus 拿了，这个东西我没有煮过嘞。不用紧啦，拿去炸煎 blend。这个东西我没有煮过嘞。不用紧啦，拿去炸煎 blend。猴头菇我们根本就没有碰过，没有用过。当然我们肯定有吃过猴头菇，这是一个挑战。春卷皮，我有香菇粉。哎，我拿咖喱粉，他没有拿咖喱粉。来一点咖喱粉，因为这个它撒那个咖喱粉很好的。我要做一个好像春卷这样的一个东西啦。我这一季坚持就是要做中餐，就是要做 comfort local food with a twist。云云姐，这次你选择的主食材是猴头菇，为什么会选择猴头菇？很多老人家不喜欢吃菇类，因为那个菇类有时候很难消化。新鲜的猴头菇是比较容易消化的。好，你知道现在你的烹饪时间有多久吗45分钟。OK，Chef 呢？35分钟。很好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计时开始。首先你要煮饭，因为饭35分钟。是什么米？那个 basmati。这个加入了什么？椰浆、蝶豆花。OK。哦，你还加了香茅，增加它的香气。所以你要做的有点像是那些了吧 ？Blue pea 那些了嘛。OK， 接下来你要准备什么？我要做那个，哎，你帮我开一下。我有 assistant 的 assistant 啊，sous chef。哦，好，老板。开好了，老板。谢谢你，不客气。现在你要准备的是什么？配那个干咖喱酱。通常猴头菇都会跟咖喱混在一起的，对吗？可以这样讲，因为猴头菇它是一个好像 sponge 的东西嘛，所以它很容易吸收味道啊。猴头菇要怎么处理呢？处理猴头菇其实是要把那个根部剪掉，这样才会去除苦味。Daniel， 你喜欢吃猴头菇吗？哇，很喜欢，而且发现越来越多那种本地餐馆啊、摊位都运用猴头菇做人当啊、咖喱啊、麻辣香锅，甚至是肉骨茶。因为它的质感很像肉，也有点像海鲜，像龙虾，吃了就不会觉得很内疚，好像哇很肥这样。OK， 你听过山珍海味吗？耶，其实山珍里面代表的就是猴头菇。海味才是那些鱼翅啊、鲍鱼啊什么的。其实以前是中式餐厅用干的猴头菇比较多，是近几年新加坡农产品在本地种植了这个新鲜猴头菇之后，所以有很多餐厅跟酒店都在用。本地近年兴起多家室内蘑菇农场，种植品种多样，包括菇中之王猴头菇。室内农场以现代待栽方式种植猴头菇，不仅能减少霉菌感染，还可打造理想的生长环境，提升成功率。此外，本地猴头菇无需长途运输，品质与口感也更新鲜美味。云云姐，你加了一些什么东西？玉米粉、薯粉、姜黄粉，还有一点海盐，让它吸一点味道先。然后我会拿去快速的炸一下。
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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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发生什么事？发生什么事？就是 chef 翔要下来了。帅哥来了，哟，欢迎 chef 翔 ！bonus bonus bonus bonus！ 到 bonus 是什么？bonus 是没有帮帮卡。想太多。OK， 我跟你说 bonus 是什么好不好？好，来 bonus 是2分钟。再给你2分钟。不可能加给我2分钟的。chef， 你现在在干嘛？我现在在切鱼头来包我的猴头菇春卷，因为我是潮州人嘛，所以我们吃虾卷啊，还有芋头啊，然后它有海鲜啊，有肉的嘛，所以我就要做好像类似这样的一道菜。好，云云姐，所以你这个是在做你的酱，你有什么东西里面有？辣椒干、葱头、姜花。因为这个干咖喱是会有巴拉酱，但是我们不用那个巴拉酱嘛，所以我就用姜花来代替。地火。敲钟的意思就是帮帮卡要出现了。那我们看一下帮帮卡有什么选项，请看 A、B、C。选 A。A。因为我要考 A。OK， 来，请看 A 是什么？好，来了，双喜临门。双喜临门，双喜临门，煮2种不一样的东西。我觉得是要做一道辣的菜。我觉得不是辣了，主要是那个双那边吧，应该是有加倍的东西就对了。猜的最靠近的是冯师傅，双嘛，就是有2张帮帮卡。哇，1张都不得了，还2张。我们来看第1张是什么？我粉红吗？叫我回家了。粉红吗？WFH， 哇，这次不用我煮了，请回家。谁下来煮呢？当然是由师傅下来煮。这样哦，有请。我还以为我还可以在后面指导师傅怎么做，可是他们把我的麦关掉。哇，我在这边吃瓜子啊 ，chef。他随便吃瓜子一面看电视啊。吃瓜群众，不明白。帮帮卡，请上菜。哇哇，这样大力啊！哇，你给他一个苦瓜就完了。南瓜。哇，吃瓜群众就是这瓜呢要入菜，但是有几种瓜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还有几种瓜？哇，首先蜜瓜。OK， 这个可以做salsa。哟 ，favorite 苦瓜，小苦瓜。猜到了，苦瓜。第3个，这么大个应该是南瓜了。 OK， 冬瓜、地瓜，哎，都错。西瓜。 Oh my god！ 有可能这一次有一个名厨30分钟里面做不出这个道菜。时间继续滚动，又 chef， 加油！bonus 有2分钟。来个。哎，口渴吗？哎，要不要喝水？感觉上喝水都没有用了，现在。好，先让 chef 去想一下。云云姐，你现在在干嘛？在 blending。那你这个辣椒做了之后，你会干嘛？炒了之后就煮，它是干的，配饭一起吃。OK，chef， 哎，你现在有什么构思吗？没有，脑袋真的是白空。空白。你有用过西瓜入菜吗？当然有，西瓜我们多数会拿来炒，所以你现在也是在腌制这个猴头菇，你加了什么东西？只是加了那个生粉哦，还盐哦，一面做一面想。对，云云姐，这个你加了什么？糖，让它有一点点焦糖化，那个酱会有一点香气。你现在在干嘛？在炒椰丝，放在咖喱上面，给它增香。OK， 这个哈密瓜你要怎么用？就是掺进去那个猴头菇炒，但是还有一个苦瓜的chef。苦瓜我也知道啊，但是还没有想到啦哈。没有啦，师傅啊是完全没有想到他会下场的。有时他会去看那个食材，他会问一下这个，问一下那个。今天完全没有问到，因为根本没有想过他会下场。我记得他现在水果多嘛，一般来讲，他现在有包饼皮在那边嘛，他应该把那个水果粒切了一粒粒，再切一点点那一个，哇，然后就捞一捞。然后包在那个春卷里面，就成了一个水果沙拉卷这样子。我可能会把苦瓜也做甜的，就让它一起甜。我听到 chef 帮在讲，然后 chef New 也是有 share，可是我做不到，很难的，这个是很困难的意思。
云云姐，这个你要炸多久嘞？看它差不多跟 golden brown 咯。所以你这个做好之后，椰丝也做好了，你这个辣椒炒好了之后，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嘛。对。Chef， 你这里做了什么？做一个酱汁，所以这个算是西式的煮法。西式了。我有吃这个法国餐，它就是这样子用 cream， 是 morel mushroom chicken， 因为它的那个 morel mushroom 的味道很重，猴头菇没有味道，所以猴头菇就把它当成是鸡肉这样咯。像我这里看到你2只手都在启动，一边是在炸猴头菇，一边是在干嘛？爆香这个小洋葱跟那个蒜，然后炒那个 fresh fruits 啊。当我在炸那个菇的时候，我就慢慢想到说 ，Chef 帮你跟我 share 了这个猴头菇啊，他做了几千次，好像咕噜肉酱做法。虽然说我没有番茄酱，我就炒西瓜咯，来当的是一个酱，给它焖一下，给它的甜度出来，然后就加苦瓜，还有 raw melon， 把它泡成一个酱汁。刚才猜对了这个主食材嘛，现在可以先透露一下了。你可以在最后的5分钟随便邀请一位 chef 下来帮你2分钟。2分钟。阿翔可以吗？阿翔，包括阿翔吗？他不要我阿翔他在家里了。He is working from home。5分钟，打算要谁下来帮你？叫 Chef Arino 吧。Chef Arino。2分钟，2分钟。叫你下来帮他炸。快点，做什么？来，你手。这帮你懂他在煮什么吗？他现在在用那个 cream sauce 煮猴头菇啊，芋头是蒸软了，炸给它碎啊，做 side dish 啊。Chef 时间到，好 ，Chef 请回座。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7、6、5、4、3、2，辛苦你了，停手。终于完成了是吗？那个心情是好像出院了，幸亏那个很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。我 practice 这么多次以来，今天我觉得是最满意的一次。精彩一战，看得我们目瞪口呆，还是要请我们的评审试吃一下哈。首先我们要试吃的是哪一道呢 ？Chef Alex， 请问你这道菜的菜名是什么？猴头菇顶呱呱。请问吃有什么顺序吗？其实可以先享受那个西餐的猴头菇，然后才吃那个西瓜菇老肉。所以 Chef， 你这个也算是2味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觉得你最后你加了这个芋头啊，在那个西餐那一盘，对，有帮助吗？当然有帮助，这个 consider 是一个 starch 嘛，所以我就加入了这个芋头，然后芋头带一点脆脆的 ，OK， 所以脆脆的跟那个 cream 是蛮配合的，对。你觉得徒弟 work from home OK 吗？哈哈哈！我要 complain 了，扣工钱，扣工钱。他太爽快了，好像一个大老板在坐在那边看我们在做工。好，接着下来要吃云云姐的这道菜了，请问你这道菜叫什么菜名？干咖喱猴头菇佐椰浆饭。所以你吃的这道菜有什么顺序吗？没有，就大口大口的吃。刚才你在腌制你的这个猴头菇的时候，你就说你有特别的一个味道在猴头菇里面的是吧？偏酸，因为我放柠檬，所以它可以解一点腻，所以一点点酸，一点甜，一点辣。好，现在就有请我们的评审去伤伤脑筋，到底谁会胜出？云云能不能夺下她的第一把刀？请看成绩。可能云云会打败我，因为这2道菜我知道一道是马马虎虎而已。我很努力的把这道菜煮好，再站擂台不死心的那一种决心跟那一种心情来做。恭喜云云，你夺下了第一把刀。我们来问一下评审有什么话说哈？冯师傅 ，Alex 哈，其实还是恭喜你，在这种非常艰难的情况之下，可以把这个作品给完成了。当然你的挑战者在非常有准备的情况下完成他的作品，在猴头菇方面来比呢，他的那一个的口感会掌握的比较好。恭喜云云，你的胜利是你5年的成绩哈。但是我觉得你如果来参加比赛下一道菜的话，你应该给我们一些惊喜。Chef Eric， 我是不吃sweet and sour pork 的人，他让我惊喜，因为有我喜欢的那个部分就是水果，然后有点酸甜这样，吃了很开心的一道菜。
云云姐，我觉得你以后可以考虑卖椰浆饭，而且猴头菇最怕煮太软，你煮的刚刚好，所以对我来说是相当好的一个作品。Chef Eric 算是有双喜临门，有2种都有给我惊喜，可是那个法式的惊喜多一点点。另外一道那个酸甜猴头菇，对我来说，它被那个3个刮害了，因为感觉吃下去的时候又苦又咸又甜。谢谢你，向坦白。Chef Eric 呢，今天呢其实发挥的也很好，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，他能够把那个水果啊、苦瓜啊全部掺在一起，做成那个酸甜的口味，那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惊喜。只是说今天在那个猴头菇的拿捏的手艺方面啊，是云云姐胜一筹。张师傅，有什么话跟云云说吗？首先要包一下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真的，你成功了。上一次没有拿到这个刀，现在你拿到这个刀，不用哭了。哎呀，我觉得他应该得到的。连我吃到他的猴头菇非常好吃，米饭 very nice。恭喜你，真的你做得非常好。恭喜云云姐，你夺下了你的第一把刀，外加2000块钱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问题来了，你想要拿着这把刀和2000块钱回家，还是要继续挑战我们的大厨们？我要再战擂台不死心。哇，漂亮！好，这一次第2把刀，你要挑战的是哪一位师傅？Chef 棒。喂，有准备，有准备，有准备。这棒终于下场了。我看他们之前这2个的情形之下，就心里有数的。有数的。所以我在备货的时候就要用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情去备货一下。OK， 请问你的主食材是什么？请看大屏幕。冯师傅，您觉得这是啥东西啊？瓜类，苦瓜，会不会是羊角豆呢？张师傅，您觉得？卢佛看不出来，很像锅贴中间的。没有看中间那个好像面包这样子，是不是米呀？觉得有点要坏的那个瓜巴，这样有一点 brown 好，冯师傅最后决定，丝瓜吧。好，请到冰箱找答案。茄子。茄子。一看到茄子，我脑海可以同时出很多道菜出来了。我觉得茄子是没有太大的困难了。可以炒，可以蒸，可以煎，可以酿。一些木耳，然后一些菇，可能会做1道，可能做2道，甚至想做3道。第1道的话，就会做一个冷菜来的。我有拿那个米皮做成一个拿米皮剪，然后下来第2个是炸的那一个茄子片。然后第3一个呢，就会切成粒的，就炒一个梅酱来裹住这一个茄子粒，大概就是3道菜。我觉得应该正常的话可以发挥得到。云云姐夺下了第1把刀，是不是比较有信心了？有底气。底气是什么？就是有信心了。有信心了哈，你还是有40分钟。对。Chef 有30分钟。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好，40分钟计时开始，来。OK。现在你要在干嘛？现在我要做那个红咖喱酱。所以这些香料你加了进去之后，加油打碎，又是炒。它就是那个红咖喱酱的 base。对，你要做什么？它是一个泰式红木啊。红木，好像欧搭酱啊，它是用豆腐跟蛋拿去蒸，但是这个是茄子。荤食的是它是鱼肉嘛，所以我用茄子代替。哇，厉害耶！这底了。所以现在在搅你的香料哈。好，所以现在你要炒你的香料。Come on！ 好，来了。Yes！ 欢迎 Chef 棒！加油！来，go！
冯师傅，你现在在干嘛？导游啊，要准备做什么？做菜啊。那你现在在准备干嘛？搅这个蒜头。好，时间剩下28分29秒。其实你蒜头搅碎了，加水是什么用意？蒜头搅了以后，它有那个黏力在里面，洗一洗它，我不要，我要炸的嘛。你看。哦，所以你不要那个黏。是。OK。哦。哦，条中就是帮帮卡。现在放，不管什么帮帮卡都是一样的心情，没有什么好怕的。对，没什么好怕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帮帮卡到底有什么选项好了。OK，A、B、C， 请做选择。B B for Bravo。 No for best. Best。I'm going to do my best. OK， 请看 B 是什么？哇 ，ICU， 哇，严重了。 ICU 哦。 ICU 或者 ICU， 我是有点妙想天开，你知道吗？是我 ICU 我去躺嘛，另外一个厨师下来帮我。不可能发生的。会不会跟苏志成有点相似啊？就一个 alphabet 一个意思啊，对啊，一个 alphabet 一个意思。真的，大家猜对了，每一个 alphabet 都有它的意思。是 I 就是 Irene，U 就是你，他的任务就是为了你的 C 是什么？谐音 C， 西餐。哦 Western。 Oh my goodness！ 通常我们说到西餐哦，我们吃西餐的时候，通常很简单的都是3道嘛，就是 appetizer、soup， 还有 main course。Yes， 其实我们就算了。所以现在就是 Irene 要帮你去后面拿食材。我可以讲要什么的吗？你可以跟他讲，但是他的时间只有1分钟，也没有什么作用啊。对，所以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这3道里面都要有茄子。茄子不够吗？茄子不够，5盘，我们有茄子。那这样好，茄子拿来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1分钟计时，开始，随意，计时开始，去了，快，去，只剩下50秒了。I don't know what to think。西餐呢，拿一个 blood chain 给我，莫名其妙谈的啊，是。那你还跟他讲随意？我跟他讲都 blood chain 啊。 All the eggs 啦。Blue cheese 很重要嘛，对不对？ Potato cream potato soup。I think we need a lot of onions for soup。 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Irene 请回来。对，东西啊，不错。所以拿起来。Irene 拿的东西啊，你全部都得要用到，你知道吗？ OK， 我是想 Western food， 我每次喜欢喝 potato leaf soup， 连 onion 也是可以做 soup 啦。egg 是随意啦。Yeah，good。我以为他会拿一点那个酱啊，如果我没有拿那个奶油，没有那个黄油啊，靠它我就可以有差不多也可以提早收工了啦。我们时间继续跑动，来。OK， Chef， 你的茄子来了。喂，啊？什么？就一条呀。那个是一个 piece， 你知道吗？一个 appetizer 哈，一个 appetizer， 一个 soup， 一个 main course， 都是要有茄子哦。这3道菜呢，刚好符合我原本的构思。第一道菜呢是主菜，开胃菜是凉菜，那汤呢是盐酥，这构思就有了。好 ，Chef， 这些水果要干嘛用？做 salad appetizer 嘛。对。Irene， Yes， 有喝过茄子汤吗？没有听过，也没有喝过，也没有看过。茄子汤到现在为止是没有做过，可是茄子我们有做一道菜，就是那个gumbo soup 嘛，我们有放这个茄子进去。gumbo soup 以番茄为底，如果没有番茄的话，那个马铃薯也是 OK 的，要有一些西式的 herbs。OK， 不要去想做浓汤啦。为什么茄子不能做浓汤？因为它本身的 texture 不适合嘛，因为它太黏了。好，云云姐，你这里在忙什么 Paste。这个是你的豆腐，里面除了豆腐之外还有什么东西？鸡蛋、葛根粉，还有刚才的那个红咖喱酱。
是酿那个。你是因为我没有过来跟你讲话，你就没有，我在开始要做那个 main course。哦，你怎么切的那么碎啊？我要做馅料，酿东西吗？对，真聪明啊！你不要吵他。所以我看到这边有这个越南的薄饼皮，你是打算怎么用呢？现在不用了，我要做西餐那个越南餐怎么用？哦，时间剩下18分钟，可以。云姐，你这里又把它放在袋子来干什么？我要把它放进去那个杯子里面。哦，才蒸熟。你待会儿蒸你的这个要蒸多久？10分钟。时间剩下16分钟。OK。Chef， 你这边感觉上你这个茄子有点像是茄子酿豆腐啊，就是酿豆腐嘛，主菜对。哎，但是我们要做西餐呢。西餐豆腐用西餐的酱嘛，对吧？是吧？放点牛油跟 cream 就是西餐制了嘛，对吧？哇，我在做 main course 现在。做 main course。对，漂亮。这个是 salad。对，里面有茄子了啊。OK， 是茄子粒。30分钟煮3样菜嘞。这黑胡椒啊，鹌鹑蛋有用了吗？鹌鹑蛋也要用啊？对。不用，我不知道，我是要帮你的，我整个锅拿来。全部蛋打起来做一干就好了啦。然后我是鹌鹑蛋跟鸡蛋就掺在一起了，就是洋葱蛋花汤。所以这个onion soup也是蛮特别的，有蛋花的。所以 chef， 你这边怎么把它弄成西式呢？它是洋葱在里面倒牛油，就是西式了哈。哦 ，OK。因为中餐里面是不用牛油爆的哈。啊。这个主食还蛮好的。加油！漂亮。高到。好，时间剩下10秒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首先，评审要试吃的是 Chef Bang 这道菜，请问 Chef Bang，你这道菜的菜名叫什么？IC 茄子。IC 茄子。所以顺序方面是怎么样呢？先吃沙拉了，再喝点汤啊。哦，前菜就是那个喝汤。对 ，OK。其实 Chef Bang 这一次要煮3道菜，有难度吗？肯定啊，3道菜，每道菜还要在大概8分钟以内做完嘛。而且不是自己事先要做的，然后再想。OK。那我们尽量把它做出来了，就完成了这个任务。接着下来要试吃的是云姐的这道菜，你这道菜的菜名是什么？泰式红咖喱蒸茄子。先把上面那块茄子吃了，然后把那个酱放在面包上面一起吃。这道菜是你自己创出来的吗？因为红墨是我很喜欢吃的一个泰式料理，然后我想到我的未来要做成一个全素食者，所以我想要把我曾经吃过的很好吃的荤食料理变成素食来吃，因为要让素食也可以很美味。好，那这2道菜到底谁能胜出呢？待会儿自有分晓。云姐能不能成为第一位夺下2把刀的挑战者？请看成绩。今天我抱着一个很感恩的心来，有赢，我觉得是一个 bonus。如果能够在这么困难的情形下去完成这些赛，我觉得我们很有一种满足感。哦，恭喜 Chef Bang！我们来看一下成绩为什么是这样哈。好，梁师傅，云，对于你今天的这个斋的这个泡馍啊，我觉得那个太绵了。其实有一个小建议，就是你的鸡蛋可以放多一点，豆腐呢一半是 mash 的，一半是切粒的，我觉得效果会更好。好 ，Chef Bang 呢，在这样的一个形式啊，还可以把这3道菜啊，在时间里面做出来，我觉得真的是宝刀未老。主菜呢，那个茄子做得非常好，不过 Chef Bang，我觉得你的开胃菜和汤呢，就做得偏离西式一些。好 ，Irene，刚才好像只有我把欧达吃完，我觉得它的texture 怎么讲？口感不均匀，但是我很喜欢啊。感恩你，谢谢你 ，Chef Bang。
对不起啊，我选那个鹌鹑蛋害了你。不会，我是乱下的。我最喜欢的那个开胃菜是那个 crispy bun， 那个是你的茄子来的是吗？是啊，那个是最棒的。云英姐，我觉得你可以把一个非常经典的泰式菜肴加入你自己的元素，我觉得应该发扬光大。我吃了，我是很喜欢。其实我觉得可能泰式风味少一点酸度，如果加入一点酸味会更完美。可是我觉得你的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，我们都应该学习的。对，谢谢。然后 Chef Pang 哇，真的不简单，我很喜欢你的茄子，拿捏那个恰到好处，不会太软，不会太硬，我觉得吃了非常有味。小芳，恭喜你！哇，这个棒棒卡真的让你的心脏跳得非常快，是吗？差不多跟你一样是。其实他们要你做这个3道的西餐，真的不简单哈，所以恭喜你，你做得非常好。云云，恭喜你拿到1把刀回去，又是我的刀，哇，好那么开心哈！当然，我对你的食材呢，我也是很满意。可是它的 seasoning 只是带一点辣味而已，我希望可以带出好像有点酸、一点甜，带一点惊喜的seasoning 比较好。谢谢，感恩大恭喜彭家。师傅手刀成功，有什么话要跟云云姐说吗？所以莹莹其实能够回来就是成功的了。希望你早日达到你的愿望，作为一个素食的那一个指导员，继续努力。感恩你，感恩大家。大家，我已经为你们赢了第1把刀哦，所以接着下来是你们的任务，再赢多9把刀哦。大家加油，再战擂台不死心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战绩如何。我们的团战目标是10把刀，至少现在我们已经夺下了1把刀。在我们邀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之前，我们先邀请我们的嘉宾评审 Brian 还有李腾。Brian，Yes， 你在3把刀第1系列有当评审过嘛？对不对？对，哎，感觉上就好像是昨天的事情。不过这次比较 interesting right， 因为这次来的哈，全部都是曾经挑战过，所以呢，我知道他们来势汹汹。所以你对他们有什么期待吗？有，我希望他们够狠。我觉得肯定就是要心狠手辣，不能够留情面。那个棒棒卡就敢用。好，我们现在要看一看我们第3位挑战者到底是哪位，请看。省话一哥，师傅们有印象吗？他这道菜 Elvin 鳕鱼排骨，什么忘记了？因为煮太多次了。对 ，OK， 给大家一点点暗示，它是第1系列。我好像有印象，很安静瘦瘦的，对，蛮高的 ，OK， 但是我忘记他的名字。坦白说了，虽然我不知道是谁了，你看那个食物啊，如果没错的话呢，右手边那个应该是鳕鱼还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是。单看那个它的整个卖相呢，我就很想吃。好，让我们马上来看一下他到底是谁。为什么会想要参加这个比赛？证明给我的父亲看，还有我女儿给他一个榜样。做厨房每天都是很晚回家，他们有时候会觉得我根本不是在做工嘛。他刚出场的时候，看到他是很腼腆、害怕，甚至是没有笑容。但是当他在做菜，你就发现他的微笑开始出来。恭喜文心挑战成功！你现在开始可以抬头挺胸去面对你的小孩，面对你的父亲，因为你其实做得非常好。从学徒到主厨，一路走来，我面对许多质疑。但3把刀让我向父亲证明了自己，也赢得了同事们的认可。我用双手撑起了厨房，也撑起了我的家。这次我不再是一个人站在擂台上。哇！欢迎 Ethan 戴文心，欢迎 Ethan。好，看到 Ethan 一眼就认出来了。我印象中他就是戴个帽子嘛，然后有一个辫子，然后瘦瘦的，然后我才发现说，哇，他没怎么变哎。你为什么这一次会回来再次挑战擂台？这次再回来就是再试多一次啊。你当时你是夺得1把刀，夺得1把刀。为什么第2把刀夺不下来？应该是我的味道差一点吧。好 ，Ethan，请问你再战擂台，你要挑战哪一位师傅？不能选。还是挑战没有挑战过的？这样我就挑战没有挑战过的吧。挑战没有挑战过的，对，随便讲的哦。所以你的选择是 Chef Eric Teo。哇 ，Chef Eric Teo。第1系列
没有徒弟，但是我们来到这个系列，你要跟师傅比拼的话，你一定要打败徒弟。OK， 徒弟请接招。哦吼，香香 ，Yes， 你看到他的样子，你觉得你有把握吗？也不可以讲太把握了，over confident is no good。OK， 好 ，Ethan， 请问你的主食材是什么？请看大屏幕。哇，很像做 scope 这样哦。呀，就是咯，好像在肚子里面呢。好像是鸡肉。全部，不像猪肉。香香，鸡肉，鸡肉哪个部分？鸡腿肉。好，Chef香，请你到冰箱看看你的主食材是什么。一定是鸡了，一定是鸡啊，重是哪一个部位？鸡屁股吧。我的妈！当我看到那个主食材是鸡内脏的时候，我差点晕厥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处理过鸡内脏，我自己也不吃鸡内脏，所以我觉得很有难度。这个鸡胗没有用过啊，这个中餐都是拿去丢掉的啦。这个鸡胗那么好吃的东西，干嘛要丢掉啊？其实这个可以做把蛋花，现在很多是拿来卤嘛。对，卤咯，麻辣卤味咯。让我想一下，麻辣。那个鸡肝我有煮过，我们拿来做好像一个巴爹，用那个洋葱、鸡蛋炒一下。哦，鸡胗做 yakitori 哈是 ，Oh my goodness！ 像你拿这样多东西哈，你现在是走中式还是走西式，还是要走日式还是韩式？今天我要做的是带一点西式的沙煲饭，所以底下有一点惊喜给大家。Right。Ethan， 你的主食材是鸡内脏，对，但是你的这个鸡内脏只有鸡胗、鸡肝，因为这道菜其实是因为我的老婆嘛，所以你的老婆是什么国籍的人？菲律宾。哇，菲律宾人很喜欢吃内脏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哦 ，OK， 你身后有一个金钟，敲钟之后会有神仙，叫做帮帮卡，就是帮助你的。是帮我还是帮他？当然是帮你了。帮卡肯定是帮你的。上一次不是帮我的嘞，上一次加菜给我了。麻烦加汤，那个是第一系列。对啊，他加菜给我了，所以当时的主持人就换掉了。都有关系吗？你知道这一次你的烹饪时间是45分钟 ，Chef 香有多久？35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准备好了，我们45分钟计时开始，来了。Ethan， 这道菜叫什么？菲律宾的adobo。哦，adobo。对，你去马尼拉的话，他们很多这些小店都可以吃到这道菜。其实你可以想象说，我们煮那个麻油鸡啊，是差不多是一样，可是那个adobo有点带一点酸。他们大多数是用鸡肉的，所以我这次用的是鸡内脏。洪师傅，洗内脏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？一般肉类这种内脏呢，最好是可以拿一些生粉哈。捞均匀以后，然后就泡水，泡了大概一段时间以后，你捞起来的话，就可以去掉那些腥味了。OK， 你现在在干嘛？熏掉它的肺。如果你没有去掉那个的话，哈，你在咀嚼的时候呢，就是有好像一种咬不断的 rubber。对。哎，其实我这里也看到你有马铃薯，马铃薯是怎么用的？我就要做成一个 mashed potato。通常吃这个adobo会配马铃薯泥吗？不会，他们都是配饭嘛。我想知道你用的 potato 哈是什么 potato？Holland potato。Well done。Creamy right。Yes。哇。你现在弄的是什么？我要包这个蒜米先。哦，先包蒜米。蒜米算是你的其中一个主角。对。OK。好。哇，时间很快哎，就快了。哦，香。哇，Chef 香哦，直接把那个浸泡在那个牛奶里头。为什么要把它浸在牛奶？去腥。哎，所以这个是西式的做法。西式的做法对。有没有说要用哪一种牛奶啊 ？Fresh milk 就可以。Fresh milk 就可以啊。所以你也是会去掉那个？我不懂哎，刚你们讲我就去掉了。我第一次煮这个，我没有煮过，我都不懂这个什么来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
所以西餐里面很少用这个东西，很少哎，都是拿去煮汤，还是丢在那个 sauce 里面啊，还是 stock 里面的。西方国家的确蛮少吃内脏啊。其实我觉得哦，尤其是这个鸡胗哦，哎呀，哦，哇哦！但是听到这个声音，有点像是垂死的挣扎。Yeah, it's struggling. Yeah. 当时 Alvin 哦，这样的情形的时候，你那句名言是什么？你记得吗 ？Focus，你这救救我！哇，有闻到香味了。你这个马铃薯从开始就煮到现在了。对啊，糟糕了，最后10秒，剩下10秒，8、7、6、5。